今天的一切美好，都因你存在。是之前在社区开展公益咨询活动时遇见的。他向我咨询过一些财产受赠相关的法律知识，还有一些可能无法通过法律解决的事。在福利院中，有些孩子虽然不幸失去了父母，实际上他们还有其他亲属，但他们的亲属宁可看着他们被送去福利院，也不肯抚养他们。院长询问我这种情况为什么不算是弃养，但很可惜，法律只是对道德约束的最低标准，这点是我们目前无法改变的。福利院中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。福利院的孩子们受自身经历影响，与同龄人相比，考虑事情的思路可能会有些不同。他们也许不太会表达，但内心深处也渴望着他人陪伴，需要与外界交流。法律或许不能给予他们所有帮助，但我想尝试着为他们做些什么。正好前段时间院长邀请我，说福利院收到资助，要举办公益音乐会，我们正好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。我看到过相关新闻，资助者是一位新回国的小提琴演奏家。等一切准备妥当，我们也可以一起欣赏。哦，是左律师来了呀。陈院长，好久不见。这位是为民天使福利院的陈院长。哦，原来这位就是律师小姐，常听左律师提起，总算是见着了。哎，你们大老远跑一趟，我应该好好招待的，但最近烦心事太多，实在是焦头烂额。是有什么事不顺利吗？是音乐会的事。当初那些人来找我，说要资助院里办公益音乐会，我还以为是好事。平时福利院的娱乐活动不多，孩子们听说会有著名音乐家来我们这里演出，别提多高兴了。他们主动签了捐赠协议，说让福利院先准备场地和设备，他们会在演出结束后报销所有款项。我们院里也一直很配合他们的要求，他们要什么我们就尽量去做。孩子们起早贪黑的打扫布置，配合排练，没有丝毫怨言。可谁知道，他们找了人来拍了几个彩排的视频，拉着孩子们合影之后，就没下文了。
有啊，我打了好几次电话，好不容易联系上，那边的负责人说，他们已经提供过援助了，还说什么我再瞎打电话就是逼捐，可他们全程也没给过1分钱呢。倒是看他们在电视、报纸上说，为福利院付出了多少，可这之前的花销都是福利院垫付的呀。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找谁要说法，院里损失了经费，孩子们期待了半天的音乐会也……两位，你们是律师，有没有什么法子？福利院的经费并不是私人财产，每一笔支出都受公众监督。如今无故损失，他们理应负责。既然签订了协议，也在公开平台承诺过捐赠，那就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对捐赠人提起诉讼，要求交付捐赠。这件事就交给我们处理。好，好，好，感谢两位，拜托了。唉，我不能再麻烦你们了，但如果你们认识会演奏小提琴的人，能不能捎带着帮我问问？孩子们的情况，你们也知道的。好不容易有个高兴的事儿，如果让他们的准备白费，就太可怜了。我活了一把年纪，也有点积蓄，只要找到能演奏的人，这场音乐会我自己办。如果有合适的人选，我会尽快告诉您。谢谢，谢谢，我替福利院的孩子，谢谢你们。您客气了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个日程需要确认下，您先忙。关于演奏的人选，我的最佳人选近在眼前。但我想先确定你的意思。如果我把你推到那个位置上，以你的性格，大概是无法拒绝院长的请求的。我不想看你被来自他人的压力左右，所以想先私下询问一下你的想法。怎么了？原来是在担心这个。那我演奏大提琴，为你合音好吗？
如果你不介意被我分走一点目光的话。你所担心的是整件事的结果，但结果如何，我们可以一起通过努力改变。先问问你的心，想怎么做？现在一切意外都不存在，只需要确定自己的感觉就好。当然，我相信你。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你是多么优秀，只是我不想用自己的判断干涉你的选择。无论你怎样决定，我都会尽我所能支持你。好，我们回去和院长商量一下，确定后续事宜。无论是重启音乐会，还是调查梳理相关证据。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我知道你想做些什么，但不用强迫自己，只要将你最真实的想法告诉我就好。原来是在担心这个。那我演奏大提琴，为你合音好吗？如果你不介意被我分走一点目光的话。你所担心的是整件事的结果，但结果如何，我们可以一起通过努力改变。先问问你的心，想怎么做？现在一切意外都不存在，只需要确定自己的感觉就好。当然，我相信你。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你是多么优秀，只是我不想用自己的判断干涉你的选择。无论你怎样决定，我都会尽我所能支持你。又一个想用公益给自己镀金的，想要好名声就老老实实做事，折腾那些孩子干什么？音乐会算我一个，不如就让特弥斯律所作为主办方出面吧。正好去年从净利润中拨出的援助资金还没用完，就当做音乐会的启动经费。律所的资金适用于法律援助的，事关股东权益，理应专款专用。我认为可以联络律所的各大合作方共同赞助，将这场音乐会做成一个多方合作的公益项目。如此一来，不仅资金更加充裕，合作方也达成了公益目的，是一举多赢的局面。还是你想的全面。行，听你的，收集证据的事我也会全力支持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福利院的孩子们，演出的事就麻烦你们了，资金和场地这边我来安排。这是我们昨晚梳理的大致流程和方案。果然大提琴出演，我没看错吧？哦，小提琴手是你呀，那我倒不意外了。好了，情况我知道了，等确定合作方后，我会让专人与他们对接，确定具体方案。别客气，应该的。那我就等着欣赏两位的精彩演出啦。
不用心急。面对许久不见的老朋友，总需要一个重新熟悉的时间。今晚我们先复习一下指法和乐感，等找到感觉，再一起进入练习曲目的阶段。那可能要说回我刚进法学院的时候了。当时我练习大提琴，主要是为了调剂情绪。或许是因为刚刚开始系统的学习法律，有些沉陷于自己逐渐开始掌握的能力。我总是习惯像运用法律条文分析案件那样，绝对理性地处理各种问题。直到一位学长告诉我，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，需要用感性思维去不断探索。他建议我去学习一门乐器，用艺术中的感性来中和自身思维中的绝对理性。当然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是我一直很喜欢大提琴古朴沉郁的音色，便借此机会开始练习。时间一久，它就成了我的业余爱好了。看来我需要一个校音器，总觉得有一些微妙的偏差。怎么走神了？在想些什么？是什么？这是要做什么？所以，这是练习的一部分吗？我好像不太能。这个要怎么验证？唱。可以再听一次吗？哆咪发嗦瑞。确定。继续吧。思索了这么久，看来是一道难题呢。模拟器上是没有音高误差的，仔细聆听的话，其实不难分辨。听觉音准只是一部分，重要的还是演奏本身。换把、换弦、
甚至手势的变化，都会导致音准偏差。所以，还是实践过程比较重要。这个方法确实有效。作为演奏者之一，你想不想也尝试下这个练习方法？没关系，我们从第2段重新开始。这是我们2个人的合奏，需要我们一起完成。相信自己，别太着急。是陈院长的电话，我先接一下。是关于音乐会时间和地点的事。现在已经确定的差不多了，翟星那边也有专人在跟进。所幸事情的进展还算顺利，等福利院那边的线索整理好，很快就能进入申诉程序。时间很晚了，明天再继续吧。明天是休息日，没有其他安排，我们可以专心练习一整天。那我明天可以尝试着严厉一点。该放松的时候就要放松，现在好好休息。好，我准备好早餐就叫你。我们一起。休息一会儿吧，我去拿点零食和水果。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。昨天睡得那么晚，实在坚持不住，就好好休息一会儿。充足的休息对精神和工作状态可是很重要的。这场音乐会并不是一次考核或者任务，我们的初衷是将音乐的美好传递给孩子们。假如连演奏者都只从音乐里获得了压力和疲倦，这样的表演又怎么能感动观众呢？我结合近日的工作内容，总结了适合我们2人的练习计划。你最近的工作较为繁琐和分散，
但只要提前安排，就不会手忙脚乱。凡事总有轻重缓急，先确定重点，优先安排时间。琐碎杂事可对碎片时间进行填充，实现充分利用。如果一味地压缩自己的休息时间，只会进入一种忙于奔命的状态，进入恶性循环。这些其实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是我的一些经验之谈罢了。看起来还算满意。现在先休息一会儿，10分钟后我们重新开始。在想什么？好像有心事的样子。是在担心最后一首曲子的合奏部分。别太着急，我们讨论过对策的。怎么会？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只需要尝试着多给自己一点信心。这次演出是为了福利院的孩子们，但我希望你也能享受其中。有时候你认识不到自己有多么优秀，需要我将实情告诉你。力度如何？我之前尝试过经络按摩，身体放松，精神也会随之舒缓。你这几天练琴，手部肌肉更容易疲劳，所以也想给你试试看。如果想放松心情的话，可以试试头部和颈后。几个重要的穴位和手法我还记得，要不要体验一下？我担心力度太大，你会痛。人在应对重大事件之前都有压力，这是很正常的情绪。我有时也会感到压力和担心，只是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去消解。算是其中之一，很简单，但很有效。哦，说什么？很可爱的方法。
你是最棒的。那我难题或许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我们一起面对，没有无法解决的难关。看来翟星这次是卯足劲头了。跟我来。他们都是些温柔又懂事的孩子，只是碍于许多现实因素，很少有人回应他们的期待。最终的演出，只是整个故事的落幕。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知道，他们的心愿，他们的努力，能被人好好看见，并认真对待。他们期待的并不是一场多么专业或多么恢宏的音乐会，而是与世界缔结的约定。这或许就是我们努力的意义，对吗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尽管向前看。孩子们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心愿成为别人的压力，所以快乐地去享受就好。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即便是最专业的交响乐团，演出过程中也会遇到些意料之外的情况。如果不能控制意外，就试着把意外变成惊喜。既然错误已经发生，就不必为它后悔懊恼，只需要不被观众发现就好。我们不是在接受专业的考核，对于观众们来说，这是一首全新的舞曲。我们演奏什么旋律，它就该是什么旋律。只要自己不放弃认输，就不会有所谓的失误。
或许，这就是心有灵犀。我很开心我们之间有这种默契。更让我高兴的，是我终于看到你卸下压力，沉浸其中的样子。今天的演出只是最终的结果，孩子们齐心合力准备的过程，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的到来只是为这场活动画上句点。现在，我们已经做到了。在这里。哥哥姐姐的音乐好好听啊！哥哥姐姐是演奏家吗？律师是什么？好厉害的样子！那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律师，这样就能和哥哥姐姐一样弹好听的曲子啦。那些孩子可能会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，但他们已经知道，这世上总会有人信守承诺。不要忘了，正因为你的勇敢，才有了这场音乐会。今天的一切美好，都因你存在。真是太精彩了！我好久没看见孩子们那么开心的模样。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对了，关于索赔的事，相关证据整理完毕，已开始与对方交涉，相信不久就会有结果。好，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这真是……两位大明星，要不要看看新鲜出炉的第一手直拍？直拍？等电视台的剪辑版做出来，我再发给你们看。是啊，这个公益节目是要在电视和网络上转播的。你今天的表现已经很好了。作为距离最近的观众，我全程见证了你的完美演奏。你在舞台上的姿态那么耀眼，我实在没有办法移开目光。即便已经与你相识这么久，面对你的每时每刻，我都会有新的心动。你就是我生命中最璀璨的女主角。哦，我已经自作主张地做了一些准备。在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。稍微等我一下。希望你喜欢。
独一无二，永不凋零。这场音乐会最大的惊喜，是让我看到你享受演奏的模样，感受到这个世界最纯粹的美好和幸福。我会铭记这特殊的一天，与你合作的每一分秒，都会在我心里定格为永恒。期待下一次你完美的演奏，也希望我能永远作为合奏者，陪在你身边。我们从福利院回来的那天，但不出所料，是一个美好的结局。新的琴，那个时候，我确实有在尝试传递我的想法。在你开始即兴独奏时，我也听到了你的示意和引导。或许是音乐传递着我们的心声。用合奏做载体，将我们的音乐交织在一起，然后心意相通。我不知道怎么描述的更为贴切，但这确实是我今天最真实的感受。我们似乎共享了感知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贴近的距离，能感受到与以往不同的亲近。如果你也能感受到，这就是关于心声的最好印证。这是做什么？我也听到了。今天，我们应该早点休息的。中午好，在做什么？找我？早上出门的时候看你睡得正熟，实在不忍心吵醒你。我在为民天使福利院附近，就在上次我们一起走过的那条小巷里。之前的公益音乐会反响热烈，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儿童福利院的关注。福利院这边新收到几笔爱心捐款，院长临时找我帮忙处理相关法律程序。正因为是公益捐款，所以尤其需要法律的规范和保护。毕竟没有什么比不求回报的爱心更加纯粹和珍贵。对了，福利院的孩子们还准备了礼物，感谢我们那天的精彩演出。我还没拆，准备等回家之后和你一起感受这个惊喜。正好，我这边快要结束了，时间还早，你想要出门走走吗？来的路上，我看到了你收藏的那家情侣餐厅，上架了新的季节限定甜品。我看到有人排队，就提前订了下午的座位，想等你一起去店里尝尝看。或者你想在家里休息的话，我返程时打包带回去也可以。好，那我一会儿回来接你。可以再想想，还有没有其他想去的地方？
我很期待只属于我们的时间。